琴日個市真係好似坐過山車咁，喺星期五美股時段，標普500同納指一度齊齊創下歷史新高，氣氛一片大好，個個都以為牛市派對會繼續。點知華爾街認真解讀完份爛到出汁嘅8月份非農就業報告出爐之後，市場成個嘅風向即刻180度轉態，指數由歷史高位插水，最終標普500收市要跌0.32%，道瓊斯仲跌咗220點。呢個就係我哋今日要拆解嘅核心矛盾。數據差到咁，聯儲局9月降息基本上係鐵定事實，甚至有人開始估會唔會一次過減半厘。但係另一方面，數據差到一個地步，令市場開始驚，呢次唔係咩軟着陸，而係直接衝向衰退嘅前奏。究竟降息呢粒靈丹係咪會變成引爆衰退嘅毒藥？我哋今日就嚟深入拆解一下。好，喺我哋正式開始之前，照舊要溫馨提示翻，本集所有分析與數據內容全部都係我個人嘅觀察同睇法，絕對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嘅。投資涉及風險，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記得要做足自己嘅功課。另外，如果大家覺得我哋嘅內容有價值啦，記得 CLS 即係 comment、like 同 share， 再開啟埋個小鈴鐺，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每集嘅深度分析啦。要理解琴晚個市嘅大逆轉，我哋一定要由宏觀大背景講起。喺過去幾個禮拜，市場嘅主旋律一直都係勞動力市場降溫。我哋由之前份 JOLTS 職位空缺數據已經見到，企業請人嘅需求明顯放緩。當時市場仲好開心，覺得係壞消息就係好消息，因為咁樣可以俾到聯儲局足夠嘅理由去啟動降息。但係琴晚公布嘅8月非農就業報告，可以話係由降溫直接跳到冰封，新增就業人數得個2.2萬人，遠遠低過市場預期嘅7.5萬。你以為咁就夠差？唔止，連6月份嘅數據都向下修訂，變成負增長，係2020年疫情爆發以嚟第一次出現收縮，失業率亦都升到4.3%，係幾年嚟嘅高位。簡單嚟講，呢份報告唔再係溫和放緩，而係一個明確嘅警號，話俾我哋知美國嘅就業引擎可能唔單止係減速，甚至有熄火嘅跡象。呢個就解釋咗點解市場嘅反應咁矛盾啦。一方面，利率期貨顯示9月降息嘅機率已經係100%，甚至有大約16%嘅機會率會一次過減半厘。總統特朗普又出嚟鬧爆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話佢 too late 啦。但係另一方面，當就業市場惡化得咁快，大型金融股好似摩根大通、JP Morgan 同埋工業股好似波音、Boeing 就即刻腳軟，因為投資者開始實實在在咁擔心經濟衰退，貸款會變壞賬，飛機訂單會被取消，所以而家個宏觀主線已經變咗質。由之前嘅期待降息變成而家嘅擔心衰退，呢個轉變對我哋嘅資產配置策略有非常深遠嘅影響。喺呢個咁矛盾嘅宏觀背景之下，有一個資產嘅走勢就完美咁反映咗市場深層次嘅不安。我哋之前幾集一直追蹤嘅一個核心矛盾，琴日終於上演咗個高潮，就係黃金嘅驚人表現。喺美股由高位回落嘅同時，現貨金價就好似火箭咁，一夜衝穿$3600一盎司嘅歷史高位。老實講，呢個現象絕對唔正常。點解喺一個由 AI 科技股帶動嘅大牛市裏面，黃金呢個古老到有啲老土嘅避險資產表現竟然可以完全超越股市？根據我哋之前分析過嘅數據，由2023年開始，標普500指數升咗大約67%，已經係一個好勁嘅牛市。但係同期黃金期貨價格竟然升咗將近100%。更重要嘅係，歷史上黃金同股市通常係負相關，即係股市跌，黃金升。但去到2024年，兩者嘅正相關係數竟然飆升到0.91嘅歷史最高點。呢個背後嘅答案其實得2個字：信任，或者更準確啲講係信任危機。第一，全球投資者對美國公債呢個所謂冇風險資產嘅信任正在動搖。美國政府嘅財政赤字已經去到接近2萬億美元嘅天價，財政部要以前所未有嘅速度發債撲水，海量嘅供給淹沒市場，直接導致債券價格下跌，殖利率上升，投資者要求更高嘅期限溢價 （term premium） 去補償佢哋持有長期美債嘅風險。呢個溢價已經升到11年高位啦，即係話大家覺得長揸美債嘅風險越嚟越高。第二，呢份信任危機唔單止係市場嘅睇法，更加係全球央行用真金白銀投出嚟嘅不信任票。我哋睇翻全球央行嘅外匯儲備構成，會發現一個劃時代嘅轉變。喺2023年之後，黃金佔全球央行儲備嘅比例，自從1996年以嚟首次超越咗美國國債。呢場係一場無聲嘅革命，尤其係非西方國家嘅央行帶頭買黃金拋美債，徹底改變咗全球避險資產嘅格局。佢哋用行動話俾全世界知，佢哋寧願相信實物黃金嘅價值，都唔再完全相信由美國政府信用背書嘅美元。呢個就解釋咗點解琴晚非農數據一差，資金唔係單純湧入短期美債，而係有相當一部分直接走咗去黃金度避險。好，分析完咁多，最實際嘅問題嚟啦。
喺呢個咁亂嘅市況，我個人嘅策略係點？老實講，而家個市嘅操作難度係非常高嘅。一方面降息預期就好似打機食咗粒無敵星星咁，感覺可以頂住個市，但另一方面衰退嘅陰影又越嚟越大，好似烏雲蓋頂咁。加上我哋之前提過 CTA 呢啲量化基金嘅倉位已經去到極限做多 max long。成個市場其實係好脆弱嘅，所以我個人嘅策略好清晰，認真檢視倉位組合，然後汰弱留強，揸實真正嘅強者。過去嗰種買入指數就等於分散風險嘅舊思維，喺而家呢個市況已經行唔通啦。你睇翻數據，由2019年底以嚟，美股總市值增加咗27萬億美元，但係單係10大科技巨頭就貢獻咗其中嘅59%，指數嘅升跌根本就係被呢幾間公司綁架咗。所以我嘅做法係追蹤嗰啲具備強大護城河，能夠持續產生巨額自由現金流，並且有能力做大規模股票回購嘅公司。點解？因為喺經濟唔好嘅時候，呢啲公司嘅盈利能力依然好強，可以撐得住，而且佢哋用回購嚟支撐股價，等於俾咗股價一個好強大嘅下跌保護。你睇下今年宣布股票回購嘅金額，榜首係蘋果嘅1000億美元，跟住係 Alphabet 嘅700億，輝達嘅600億，呢啲公司先至係我會喺呢個動盪市況中繼續持有嘅核心資產。至於嗰啲等住降息雨露均沾嘅落後板塊，我會選擇先行減磅離場，因為一旦衰退真係嚟，佢哋會係跌得最傷嘅一群。講到強者恒強，琴晚個市最精彩嘅一幕，絕對唔係指數嘅上上落落，而係半導體板塊內部嘅一場大廝殺。主角就係博通。Broadcom 佢喺星期4盤後公佈嘅業績同展望都非常亮麗，特別係 AI 相關業務。管理層嘅語氣充滿信心，結果佢嘅股價喺星期五單日就狂飆9.4%，市值一日之內暴增1350億美元，接近1.6萬億，雙雙創下歷史新高。有啲大行好似摩根大通，甚至認為博通嘅2奈米製程 ASIC 加速器技術上領先業界，係 NVIDIA 晶片最有威脅性嘅替代品。市場仲估緊博通提到嘅嗰個神秘大客仔，好可能就係 OpenAI， 明年將訂單可能高達100億美元。喺博通嘅強光之下，舊大佬輝達 NVIDIA 就顯得黯然失色，股價反向跌咗2.7%，而 AMD 仲慘，大跌6.6%。呢個走勢話俾我哋知，資金喺板塊內部做緊一個快速嘅輪動，由一個強者流向另一個更強嘅潛力股。除咗科技股內部嘅分化，我哋亦都見到經濟衰退嘅憂慮好實在咁反映喺其他板塊，金融股同工業股頭先講咗係重災區。另外，消費股都唔好得去邊，例如 Lululemon， 雖然業績唔算太差，但係因為全年盈利預測唔及預期，股價就單日暴瀉咗18.6%。呢個顯示喺經濟前景唔明朗嘅時候，就算係強勢品牌，只要有些少壞消息，投資者都係會用腳投票，毫不留情。所以而家個市嘅分化現象非常極端，一邊係 AI 龍頭股嘅神仙打交，另一邊係傳統經濟板塊嘅憂心忡忡，揀錯邊，後果可以好嚴重啦。頭先我哋深度剖析咗黃金崛起背後嘅信任危機，其實呢個主題可以再延伸去一個更加宏大，甚至係影響未來10年全球格局嘅結構性轉變，就係全球央行嘅去美元化。追蹤過去幾十年全球央行外匯儲備嘅構成，你會見到美元喺過去20年佔比係持續下降嘅，而黃金雖然一直墊底，但喺2023年之後突然之間有個好明顯嘅橋頭回升。呢個轉變嘅背後係地緣政治嘅深刻影響。自從俄烏戰爭爆發，美國將俄羅斯嘅美元資產凍結之後，好多非西方國家都嚇親，佢哋意識到將所有儲備都放喺美元體系裏面，等於將自己嘅金融命脈交咗俾美國，於是一場無聲嘅革命就開始咗。各國央行，尤其係中國、印度、土耳其等等，都喺靜靜雞咁增持黃金。佢哋唔再將美債視為唯一嘅安全港，而係重新擁抱黃金。呢個冇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印出嚟、冇政治風險嘅硬資產。呢個宏觀大趨勢先至係黃金能夠喺美元高利率環境下依然可以走出超級大牛市嘅根本原因。呢個唔係一個短期嘅炒作，而係一個全球金融秩序重塑嘅開端。當越嚟越多國家加入呢個行列，對美元同美債嘅需求就會結構性咁減少。長遠嚟講，會對美國嘅融資成本同美元嘅霸權地位構成深遠嘅挑戰。喺呢個大背景下，我哋快速掃描一下其他全球資產嘅走勢。琴晚份非農數據一出，美元即刻腳軟，美匯指數跌穿98，創下1個幾月以嚟嘅新低。美元弱，其他貨幣自然就強返，日元同英鎊都乘機反彈。商品市場方面呢，油價就因為擔心經濟衰退會打擊未來嘅能源需求而出現下跌。紐約期油跌咗超過2.5%，跌到每桶62美元樓下。總結嚟講，9月嘅開局可以話係一盆冷水照頭淋，市場由之前嘅極度樂觀，瞬間轉為對經濟衰退嘅深度憂慮。可惜係嚟緊嘅啦。
但大家要搞清楚，今次嘅降息可能唔係慶祝經濟軟着陸嘅派對香檳，而係用嚟撲滅衰退大火嘅消防喉，兩者嘅意義完全唔同。喺呢個強者恒強、弱者恒弱嘅分化市況底下，舊有嗰種買指數就能夠分散風險嘅思維已經徹底過時。指數可能因為幾間巨無霸公司而維持喺高位，但你手頭上大部分嘅股票可能已經跌到阿媽都唔認得。未來嘅操作將會極度考驗大家揀股嘅能力同埋對宏觀趨勢嘅判斷力。如果你想知我點樣喺呢個神仙打交嘅市況下，更多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歡迎你加入我哋嘅會員專屬內容。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更具體嘅分析，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我係徐立賢，我哋下一集再見。